希望如此吧，小家伙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啊！为师相信你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踏上独属于自己的道路。虽说药老这些年和萧炎很少在一起，可是他们之间的师徒感情依旧很深。药尘，放心吧，你的这位爱徒他一定会没事。自打初次遇见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上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勇者气息。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这一份的气息依旧在他身上浮现。他一直在克服自己所遇到的困难，不管何时何地，他都在一步一步的变强。站在药老身边的一位美妇，她的身材凹凸有致，在她那绝美的脸上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。她就是玄一，如今已经成为药老的另一半。萧炎兄弟的实力我们也是见过，他总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。当年猪龙之战，要不是他挺身而出，恐怕我也不会站在这里，也不会让万兽神界的资源底蕴提升上去。说起来，圣龙对萧炎的感激之情好像都还不轻了。没错，这么久的时间过去了，当年我传授给他的神行7步身法，不知道如今修炼到第几步了。即便是那时的我，也只能领悟第4步。对于自己的这一道神行7步的身法，无量神山之主自己都无比赞叹。可惜自己对这道身法的领悟并不深，不然当年定然能够对抗入侵万兽神界的9大神祭司。萧炎哥哥，你一定要等着薰儿，薰儿很快就会突破自身的修为，来到你的身边。薰儿在心中呢喃了一声后，便是将情感收敛了起来，因为接下来他以及其他人要做的，就是在这方特殊的面貌世界中将之前获得的机缘领悟。之所以这面貌世界的特殊，是因为这方世界充满着非常浓郁磅礴的神元之气，这对于一些天位神的众人来说，简直就是修炼提升实力的最佳之地。当然，除了神元之气外，还有存留一些道元，这对已经迈入半道神领域的无量神山之主来说，绝对是自身领悟无量道法的最好时机。一旦将完整的无量道法领悟，那么在这大宙中又将会诞生出一位大道主神的存在，一点点地打破大道沉寂对万千大道的封印。在这大道稀缺的神纪元时期，能够诞生出一位大道主神，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。一想到这里，无量神山之主也不再犹豫，锁定一处道元最浓厚的地方，盘腿而坐，开始了他对自己无上道法的探索与领悟。见此，薰儿、彩铃也各自选了一处神元之气充裕之地，她们二女选择了在一片被迷雾缭绕的神秘山谷中。薰儿和彩铃静坐于其实峥嵘之间，她们身周神元之气如涌动的潮水般环绕，似乎能听见虚空深处的道韵低吟。山谷里古木参天，每一片叶子都闪烁着绿色的光泽，宛如宝石，散发着生机。薰儿长发如瀑，随着灵气的波动轻轻飘扬，彩铃则盘腿坐于一朵巨大的幽蓝色莲花之上，莲瓣间透出点点星光，宛如夜空中的繁星。而后萧里，药老、玄一以及圣龙也纷纷找一处修炼之地，双目微微闭上，进行着突破天位神的准备，甚至开始参透属于他们自己的道之机缘。看到大家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领悟自身所修之道的领悟中，神明三王与明月四人并肩而立，他们的目光穿透了这方世界的厚厚云雾，仿佛能感知到远方的某种震动。明月的可爱稚嫩之色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严肃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响彻山谷之间。最后那一位魔神是不是已经苏醒？明九王深吸一口气，他的目光如同深渊一般深邃。你也感应到了。明九王的回应则是简短而沉重，令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，他们身后的天地忽然带着微弱的震动，带起一股莫名的微风，使得神明三王身上的王袍随风猎猎作响，明月的长发也随风起舞。所以说他们刚刚身上出现了异常波动，应该是萧炎他遇上了魔神，展开了激战。虽说萧炎现在的实力不凡，身怀各种神技和强大的底牌以及他的一丝力量，但是想要抗衡魔神几乎还是不太可能。还是说他们的异常波动是不是预示着萧炎他真的遇险了？明月那一双幽紫色的眼眸中宛如一方神秘莫测的星空，隐隐散发着一股浩瀚的伟力。自从他再一次的封印神血之后，他的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，所以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位只有最强主宰的修为。现在的他怕是早已经越级提升，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神境领域中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层次境界，他刻意收敛了自身的浩瀚伟力，根本无法看出他的真正修为。但是他目前流露在表面的修为乃是一名半道神。魔神刚苏醒，其自身的魔之力量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爆发至巅峰，即便与萧炎对上了，应该也不会有多大的危险。炎鬼王对此事件也有了一定的看法，他身为神明三王之一，他的智慧也同样处于顶尖。神明三王可都是神明界的神灵，比起智慧也不输于天谷七大神族的神灵智慧。如此那是最好，现在还并不是我出手的时机，而且九转明粉花目前还没有任何的线索，找遍了神藏中的数百个面貌世界，
都还是没能找出来。难道说九转明粉花不在神藏中？自从进入神藏后，明月就一直开始寻找九转明粉花的蛛丝马迹，但最终还是以失望告终。神藏之大，宛如小宇宙，在这神藏中就有着3000不同面貌的世界，现在只不过探查了数百个世界，司神给我们的信息应该错不了，或许九转明粉花就存在于剩余的数千个面貌世界中。神荼王一脸肯定的语气道，接着又说，明月，找这个东西可不能心急，毕竟那可是让你在下次神血封印之前契合对神血的最后一步的关键，这东西可遇不可求，所以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探索。能够契合自身与神血的九转明粉花自然不是寻常之物，在神荼王的提醒下，明月的急躁的心情也稍微的冷静下来。话说回来，最后的那一位魔神居然会在神藏中沉睡，还真是没有想到。明月不知道为什么对于这最后一位魔神的苏醒感到十分的在意，因为随着最后一位的魔神苏醒，总是让他有一种不安的情绪。对了，灭神府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想必最后一位的魔神苏醒定然会有所计划，而且灭神府的那些高层魔物也都纷纷现身，想必不单单是为拯救这最后一位魔神吧。冷静下来后的明月，他的智慧洞察了灭神府的魔物动态，分析出此次灭神府那些魔物进入神藏中并非那般简单。此时神明三王的神色都变得严肃起来。灭神府虽然只是屹立在诸神万界神州中的一道神级超神势力，可是他们却非常的清楚，灭神府的底蕴之强，怕是已经能够比肩神界域世界的各大神族势力。在这千万载的时间中，神明界之所以没有对灭神府出手，有2个原因，一个就是神明界这等势力不会去管9大界的事情，第二个就是他们也忌惮灭神府的那位神秘府主。这位神秘府主的实力传闻已经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层次，如今的大宙中能够与之比肩的，怕是只有司神，也就是现在的神明界之王通天司神。而且自从灭神府创立以来，并没有直接给各大生灵造成毁灭性的重大打击，但暗地里肯定也剿灭了不少的神势力和超神势力，甚至除了诸神万界，也已经渗透了其他8大界之中。但他们的行动十分的谨慎小心，生怕弄出一个大动静会被神明界的神灵所关注。其实在这实施暗黑大计划的时期中，灭神府的行动非常之低调，有时候甚至不需要那些魔物亲自出手，就能够拉拢各大界中的那些心术不正，为了获取灭神府给予的资源，让自身的实力变强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神奇强者，以这些神奇强者来给他们自身的大界带来一些灾难，以致掀起毁灭大界的恐怖浩劫。当初的先天神和神龙即使如此，宁愿神坠魔道，宁愿将自身的神躯化为半神半魔之躯，也要让自身的实力达到更强的层次，一统大界，站在大界之巅，成为大界的统治者。不过可惜，这些被灭神府怂恿的神奇强者到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的确，灭神府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神藏中，能够让那位神秘府主都出动，以及圣魔尊和魔尊齐出，那就说明一件事情，在这神藏中，除了最后一位魔神的苏醒之外，他们应该还有下一个行动，而这个行动则是直接关乎着他们暗黑大计划中的关键一步。神荼王的声音很轻，可是传入明月耳朵中的时候，那声音简直如雷贯耳般的在耳膜中炸开。关键一步，这一步会是什么？从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，灭神府的下一步具体行动尚不明确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将会前往一个最终之地。在神荼王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明月的那一双幽紫色瞳孔快速地转了几圈，一道低沉之音从他的小嘴中吐出：天谷神灵渊。神荼王并没有否认，因为明月说的这个地方正是他要表达出的正确答案。天谷神灵渊，在我的记忆中，这个地方可是万古神灵大陆的一处极其特殊之地，即便是大道主神的存在都不敢轻易踏足其中，一旦踏足其中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其中的禁区之力所焚烧成虚无。至此，那个地方在天古纪元时期就被视为天古禁区，任何主神都不敢进去。灭神府的那些魔物为何会对那个天古禁区感到兴趣，居然想要进入那里面？难道他们不怕被禁区之力焚烧吞噬？讲起这个天古禁区，即便是明月都忍不住地升起一丝寒战。虽然他的记忆并不记得天古纪元时期的所有记忆，但是这个地方倒是让他有些记忆深刻。明月小丫头，你居然连天古禁区这事情都记得，看来上一次的神血破风让你激活了一些记忆啊。明九王咽了一口水，脸上带着一丝吃惊之色，因为关于天古禁区的事情，即便是神明三王都无法触及，更无法知晓
其中具体有什么？当年那一次天谷禁区的变故，令得至少让的数千名主神陨落其中，甚至还包括一些造化主神。谁也不知道在那天古禁区中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。后来，这个地方就被视为天古禁区，任何主神从此都不敢踏足那里半步，一旦靠近就会被彻底的吞噬，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天古禁区也就成了无数主神的噩梦之地。明月摇着自己的小脑袋，他一脸认真说道：我的冥神记忆还未恢复，只是这天古禁区却让我在失去冥神记忆时都能够如此的记忆犹深，这就说明那个地方应该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还以为你已经记起来了无上冥神的记忆，因为天古禁区的秘密只有当年的5位无上知晓。明九王看向明月呢喃了一声，不过冥神的记忆在还没觉醒神血力量之前，还是少一些知道的为好，不然的话肯定会影响后续气和神血的稳定性，就好比洞察了天机，那么自身就会受到相应的损伤。或许在那天古禁区中存在着关于灭神府那暗黑大计划的最关键一步，不管如何我们都要阻止他们进入其中，不然后果会不堪设想。神荼王的声音中带着决然之意，他来此的目的一是保护大家，二就是协助明月寻找9转冥粉花，但如果灭神府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神明三王必然会出手阻止他们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内心的不安？神荼王那流转的目光看向明九王和颜鬼王询问道，因为神荼王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一种错觉，他感觉到接下来的神藏中将会爆发出令他非常不安的大事件要发生。内心不安，我们倒没有感觉出来。神荼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？明九王和颜鬼王摇摇头，他们并没有感受到神荼王所说的那一种不安。闻言，神荼王的神色更是有所紧绷起来。你们没有感觉，还是说就我感觉出来了？那种不安在我内心隐隐间变得越来越强烈了。神荼，你感觉到了什么？明月望着神荼王那紧绷之色，倒是好奇地问道，而神荼王只是摇摇头回答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已经渗透神藏中，或许我的修为是造化，感知会更加的敏锐，能够无意间感应出天地间所带来的一些不易察觉的波动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明九颜鬼，你们就在这里先行掩护大家，我现在去一个地方探一探其中的究竟。而明九王和颜鬼王自然明白神荼王的用意，当即点点头道，好，神荼你小心一些。这里就交给你们了，如果一旦出现什么变故，可以催动神明秘法，我会在第一时间赶来。神荼王的声音落下后，他的身影一动，便是踏出一步，而仅仅这一步都蕴含着玄奥的造化神力，仿佛能将虚空踏出一个又一个全新的世界。那磅礴的造化神威让这方世界的天地都发出颤动，来自一位造化主神踏出的一步，可不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跨越，而是一次维度的跃迁。在神荼王的脚下裂开的一道空间裂缝，乃是进入通往其他世界的入口。在明月、明九王、颜鬼王3位的目光注视之下，神荼王仅仅迈出一步后就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中，简直强得可怕。造化主神的实力能够一步踏出一世界，这就是造化的神威。明月站在原地，他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和好奇。神荼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明九王和颜鬼王望着神荼王消失的空间上，这神藏之地看似平静无波，实则暗流涌动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明九王转身对明月说道，小丫头，你很快就会明白的，这神藏之中有太多超出你能想象之事。明月凝视着明九王，心中的迷茫并未消散，却也多了一份期待。他也逐渐的知道，在这个充满未知的神藏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与道路。见到明九王并没有告知自己答案，也是白了一眼这位神明3王之一的明九王，能够以如此的冷眼态度给明九王，除了眼前这位明月之外，恐怕无人敢在明九王面前这样做。